朋友们好，今天是5月28日。我昨天在德国打了第2剂疫苗，今天没有特别不适，我就是有一点点困，也可能是我昨晚睡觉睡得不太好，不是特别足啊。但是我今天午休1个多小时，现在就好多了。倒是国内呢，因为印度的疫情可能吧，印度疫情加重，所以有不少输入病例。最近广州爆发了好像10来个病例吧，所以大家呢都有点慌了，纷纷抢着打疫苗。我们现在来看看几组微信朋友圈发的广州人民迫切要打疫苗排队的那个图啊，我觉得挺有喜感的，大家都挺有创意，另外呢养成了排队的好习惯，我觉得这一点不错。今天德国《世界报》刊登了一篇痛批西德电视台的文章。首先说一下，《世界报》是德国一家大的报纸，观点呢是中间有些偏右，也就是说有些保守。我把西德电视台的节目关于中国这部分呢，大约10分钟我全看了。这是这家电视台一档叫做《市场》的节目，原来应该与政治无关的，但是在我看来，这节目的基调还是有很强的政治基调。批评中国政治上不民主啊，没有言论自由啊，压迫少数民族啊，遏制香港的自由等等，都是老调重弹。说到中国经济，该节目说，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迅速崛起，是因为当年的开国元首毛泽东是一位有远见的领导人，他的话早就被写进他的语录了。Der große Vorsitzende Mao sagte schon 1956, im Jahre 2001 wird China zu einem mächtigen sozialistischen Industrieland geworden sein. So muss es kommen. Mao hatte echten Weitblick. Wo westliche Firmen nur von Quartalsbericht bis Jahresabschluss planen, wurde China mit jahrzehntelanger Strategie größte Volkswirtschaft der Welt. 就因为这么一句话，犯了西方政治不正确的禁忌，被德国媒体痛批，是在帮中国独裁者涂脂抹粉。这是这篇文章报道的背景。好，现在我们进入这篇文章。西德电视台赞扬中国独裁者毛泽东有真正的远见卓识。图片说明，一张1969年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宣传海报显示了中国国家元首毛泽东的形象。在西德电视台的一档节目中，中国独裁者毛泽东被赞誉为有远见的政治家，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成就被归功于他的社会主义计划，但他的罪行却被忽视了。周三，西德电视台节目《市场》的一篇报道专门讨论的德中两国的经济关系。该节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批评，但没有对其前独裁者毛泽东进行批评。他被指责造成了数百万人的死亡。中国的经济崛起令人印象深刻，几十年来一直以白纸黑字记载着。主持人这样介绍这个话题，他对着镜头举起了所谓的毛泽东圣经及毛主席语录，记录着独裁者讲话和著作的小红书，用于对士兵进行意识形态培训。下面的片花引用了毛泽东1956年的一句话，在2001年，中国将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必定能实现。该电视台对此高度肯定，毛泽东具有真正的远见卓识。西方公司只按季度或年度做计划，而中国坚持几十年如一日的战略，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然而，对伟大领袖的赞美忽视了重要的事实，没有提到的是毛泽东发起的大跃进而导致数百万人死亡。根据荷兰历史学家 Frank Dickert 的说法，至少有4500万人死于农业发展运动而导致的饥荒，这使得它成为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毛泽东的计划会保证经济繁荣，这种论调也是错误的。他去世后，他的继任者邓小平打开国门，改革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引入了市场经济元素。随后，节目的其余部分对西方对中国的依赖性进行了批评，批评德国中国政策的人也发表意见，例如
柏林莫卡托中国研究所的这个 Max Zeinlein， 他说，在 5G 网络的扩张中，不把中国电信巨头华为排除在外是错误的。德国知识点评下，这个柏林莫卡托中国研究中心，我可以告诉大家，在以前的节目中也说过了啊。这是中国的环球日报说的，这家所谓的中国研究所是德国一家智库，它其实呢是相对来说观点相对是比较反华的啊。我再说一次，这是中国的那个环球时报的观点，不是我的。这就是简短报道的全部，感觉删节比较多。接下来我们看看一些读者的评论。对于左翼的西德电视台，你还能期待些什么呢？政治上的疯子和充满激进主义的坏记者。几年前，我带我的女儿到去参加班级旅行会合的地方，那里站着一位欢迎孩子们的老师，穿着一件印有毛泽东肖像的 T 恤。毛泽东，我以为我看错了。如果一个教师在公共场合，当然了，而且没有批评，在这位老师眼中，在恐怖统治下受迫害致死的几百万中国人可能不算数，这样的人还能教孩子？带有大屠杀者切格瓦拉肖像的 T 恤也非常受欢迎，在每个德国城市你都可以找到古巴鸡尾酒酒吧，在那里大家向格瓦拉和卡斯特罗致敬。左派的罪行总是不那么严重。如果是我会立即带我的孩子离开那所学校。如果是我就会去找老师，问他下次是否会穿他的希特勒 T 恤，因为他似乎对大屠杀的独裁者情有独钟。毛泽东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屠杀者中的前3名，毛泽东个人也要为大跃进的经济灾难负责。而在西德电视台的节目中，对毛泽东语录的赞美一浪高过一浪，并称赞他的前瞻性，变得越来越离奇。下一步是什么呢？波尔布特是气候拯救者？如果我对西德电视台的理解正确，我们可以省去民主的所有一切，跟随伟大领袖就可以了。独裁因其短暂的决策过程，比民主国家有太多优势了。有人中了毛泽东这个人的圈套，毛泽东导致数百万人死亡，他的文化大革命使国家走向毁灭，他的理念在现实世界中并不可行。顺便说一下，这适用于所有的社会主义梦想，这些梦想总是想改造全人类来适应一个理想。共产党人毛泽东是迄今为止近代史上最大的屠杀者，我推荐《共产主义黑皮书》作为资料来源。保守计算，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大约7500万中国人付出了生命代价。尽管有2战，但希特勒和斯大林加起来的罪恶都没有那么大。而这还没有算上毛泽东的军事冲突的死亡人数，但西德电视台显然不关心这些。共产党人毛泽东显示出远见卓识。接下来，西德电视台会报道，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是一个有趣的森林居民公社，他们的生活特别环保，具有可持续性。毛泽东与斯大林一样，是有史以来的最大屠杀者，按死亡人数计算，至少有3000万，可能更多。我说这句话并没有帮纳粹政权脱罪。由于大多数编辑都倾向于左倾绿党，这些人与特里丁一样，属于受斯大林影响的政治团体，会对毛泽东的罪行相应的隐瞒。德国知识点评，特里丁是原德国绿党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人物。毛泽东导致大约1亿人死亡。现在西德电视台完全撕下了面具，公开承认共产主义，做一个关于毛泽东的节目，而忽略了几千万的死者。本来这只有中国国家电视台才能办到，该废除德国此类公共电视台了。它带来的是危险，而不是有用。不是指一个从未存在过的理想化的共产主义，具体的指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主义。饥荒的原因之一是灭雀运动，毛泽东下令要消灭所有麻雀，这导致了昆虫的大量增加，反过来又吞噬了收成，怎么能说有远见卓识呢？如果是我会立即突击检查这家电视台，并解雇负责人。怎么能散布这种意识形态的胡扯呢？而且是收费电视。帮助中国繁荣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那些当权者在经济上依赖一种超级资本主义。这再次证明，
资本主义在各方面都是优越的经济形式，其余的社会主义是独裁、压迫和警察监视国家。我以及我认为大多数人都不希望社会主义。没错，所有实行共产主义的地方只带来了痛苦、死亡、毁灭，当然党的官员除外，他们是消灭贵族制度后的新统治精英。没受过教育，消息不灵通，左派、绿党，当国家媒体机构的员工具有这些属性时，就会得出结论，毛泽东是一个有远见的领导人。左派和共产主义者总是对他们的政治意识形态如何影响人民漠不关心。中国、俄罗斯、古巴、委内瑞拉和柬埔寨等国的历史多次证明了这一点，今天也不例外。如果格雷塔根据立即去碳化所做的推广立即实施，将使数千万计的人付出代价，而国家媒体欢呼雀跃，用的是我的钱，太恶心了。毛泽东是史上最大的大规模屠杀者，死了1亿人，这记到他账上。这是西德电视台，真是难以置信啊！我知道我为什么要避开这样的电视台了。我们是神经病。毛泽东远见卓识，1884到1918的德国殖民地种族灭绝，在这里是指纳米比亚。跳过2位。又是红色电视台，太棒了。不那么棒的是所有上当受骗的人。那些赞美希特勒这种大屠杀者的人要坐牢，而且是理所当然的。那些赞美毛泽东、波尔布特、切格瓦拉、斯大林、托洛茨基等人的人，他们屁事没有。愚蠢的是，有些人甚至钦佩这样的人。这让我想起了普雷希特与哈贝克的访谈，可以在油管上找到。德国知识补充一些背景知识，这2位都是德国名人，前一位是德国的作家还有主持人，后一位呢是德国绿党的领导人之一。哈贝克，中国没有反对党，不用共同做出决定。首先，该制度更有效率。我们要这样的制度，还是不要这样的制度呢？我想说，是的，我们要。要知道，大多数记者都有环保意识，你还感到惊讶吗？其余的你自己都能想到到底会怎么样。谢谢你再次提醒我们，绿党领导层里面有什么样的独裁和中国的粉丝。科尔那时候就称西德电视台为红色电台了，当年我还觉得特别好笑，但他可能是对的。这家电视台可能被一些毛泽东主义者和其他左翼极端分子把持着。德国知识点评最后一句的是关于环保的话题，不知道如何恰当翻译成中文啊。另外呢，对年轻的网友说一下啊，科尔是德国前总理，德国人称现在的总理默克尔是科尔的干女儿，因为当年是科尔亲手培养及提拔这个默克尔的。西德电视台赞美中国独裁者，毛泽东有真正的远见卓识，他以远见从头想到尾，结束了4500万公民。在毛泽东的大跃进的自大狂试验中，至少有4500万人丧生，数百万人被饿死，也有许多人被折磨致死，成为地方共产党员干部任意妄为的受害者。4500万，一个难以想象的数字，它超过了最坏的担心。来源法兰克福汇报官网。很明显，强迫付费的西德电视台的共产主义大屠杀的凶手认为，这一切是致命的美好。好的，就到这里吧。我们可以发现啊，这文章断章取义，为了所谓的政治正确，完全不考虑全盘，只拿出其中的一句话出来进行批判。说穿了，就是媒体基于反中反毛的立场而带风向，洗脑。像我以前在某一期节目谈到的西方的政治正确，所以说啊，所有的言论自由是假议题，政治正确是一个紧箍咒，言论自由永远也跳不出这个紧箍咒。西方对于毛泽东的认知只是毛的所谓残暴的一面。我不是历史学家，不敢说德国读者引用的数据是否可信啊，但按我对西方媒体的了解，他们报道中国阴暗面，毫无疑问肯定会喜欢夸大事实，甚至呢无中生有，造谣抹黑。至于今天这篇报道是否也这样，我不知道，这也不是今天的重点。从翻译德国读者的评论看，无一例外，大家都看到了啊，就因为西德电视台讲了一句不符合读者世界观的话，
说毛泽东有远见卓识，就被痛批。德国的媒体又怎么敢报道真正的中国呢？读者或者是观众不想听、不想看关于中国正面的东西，所以也就不奇怪德国的媒体一般只给读者喂关于中国负面的新闻了。我只能说，德国的媒体以及读者或者是观众，大家各取所需罢了。读者们暴跳鱼雷，口诛笔伐，甚至威胁要关闭这家电视台，就可以发现其实他们是容不得其他意见的。所谓言论自由，就是我有我的言论自由，你不同意我的观点，你就闭嘴。这个德性是不是很像中国大陆东南某岛的某个党派还有他的粉丝呢？好了，谢谢大家关注，我们下期见。